上，独自闯，未安常。烽火映霜天，血色渐斜阳。暗夜安静时到日长，眉目透，是双风霜奈何苍。险阵银枪，此去尽苍茫，气云浩上。风上未远去，踏破山河之跌浪，一心并肩赴跌宕，看永夜的尽头，乍是人天光，莫怪仰天了轻狂。风上未远蓝线难挽，险与魂伤，一起逝去对不忘，人依然抉择，破日月晚霞，待到蓦然回首还无恙。金明县主，请你记住，你我的婚事是圣上的意思。不管你有多不想家，你有多瞧不起我，我以后都是你的附主，我的荣辱也就是你的荣辱。你听清楚了吗？你休想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。那你就去死，你想怎么死？毒药、白绫我都有，要不然我现在就给你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放心，我也从来没有瞧得上你过。不过，以后的日子最好是面子上合作愉快，私底下相安无事即可，否则我有1000、10000个法子让你后半生过得不安生。到时候，不管是令尊，还是你那些闹着玩一样的妻奴，谁都帮不了你。你以为你这副德行，我就能瞧得上你吗？凭什么瞧不上我？宁大人，蔡城驿馆因战事受损，现正在重修当中，劳烦李王殿下暂且下榻于此。有劳了。下官告辞。哎呀，蔡晨的镇守还算说得过去。是啊，他母亲是宗室出身，虽说享了安，但归根结底还是有些相互之情的。千正，你看好这儿，我去一下这里的分堂。总堂传来的消息不清不楚的，有些事还得当面谈。你伤还没好全，我陪你去吧。对啊，我们一起去。我也一起去吧。那我也去。不用，这么多人去干嘛？人多了打眼，我自己去就行啊。出来吧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你刚到破庙的时候我就看到了。那你不早说，害我白在外面帮你望那么久的风。你帮我望风比我自己看的要准吗？又利用我啊？
吃完解药了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拿解药的？你在车上给我疗伤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内息不对。一算时间，就猜多半又是那个异洵前期发作。你不许其他人跟着，难道他们不知道你中毒的事啊？是，我没告诉他们。现在各地分堂都还有召集的党羽，张松每个月都是用飞鸽把解药传过来。如果我告诉13他们我中了毒，8成会跟他们起冲突。但我现在首要任务是要营救圣上，必须要上下一心。所以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是，只有你知道。前面有家做饴糖的铺子，味道还不错，要不要去试试？那好，哎。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甜的？因为我小时候，我爹就过世了，我是我娘一个人抚养长大的。那个时候小，守了3年的孝，没机会出去玩，也没机会见别人。但义父每个月都来看我，所以那个时候义父和他每个月带来的糖，就是我童年最大的快乐。那我的也给你。以后你每次都吃双份，以前缺的那些就都补回来了。谢谢。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也补不回来的。我知道一个没有爹的孩子，他的童年是怎么样的，所以呢，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拒绝你的原因之一。我一个人也可以把孩子教得很好的。你武功好，我相信，但你会教孩子，我还真不信。我教过男弟子，也教过公主，不管男孩女孩，我都知道怎么对付他们。你看，自己的孩子能用“对付”二字，比如说，他像婴儿般大小，他不吃奶，你怎么办？打他，罚他跪。如果他嚷着让他爹陪他出去玩，难道你跟他说你娘陪你出去掏鸟蛋、钻狗窝去？我怎么就不能陪他掏鸟蛋啊？再说了，我只生女孩，不生男孩。你怎么就确定你生的一定是女孩呢？我有秘方的。什么？二皇子10岁那年，娘娘小一个小公主，就从民间找了个方子。虽然小公主不幸夭折了，但是那方子肯定是灵的。你还信这个呀？信啊，娘娘说的我都信。而且，她是我在安国唯一的亲人。那，你亲生父母呢？我娘在生我弟弟的时候，母子都没保住。我爹想另娶，觉得我是个累赘，就将我卖给了朱一威，才一吊钱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怎么样？这位置不错吧？
那些是伤兵吧？是。他们笑得好开心啊！天下兴亡，百姓皆苦。其实对他们而言，能像现在这样平安喜乐地活着，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了。我记得在村子那会儿，你说过一些话，忠诚什么的。我在暗过天牢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即将被处斩的高官，他也说过差不多的话，但没你讲的那么深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圣上是主，百姓是牛马，而他和我，还有百官和朱一卫，是圣上用来放牧的狗。”起初我很生气，朱一卫为圣上出生入死，怎么就成了狗呢？可后来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圣上应该最知道我对娘娘有多忠心，可他还是把我打入天牢，一点都不听我的分辨。所以当我逃出天牢，我就当自己已经判处了朱一卫，不再奉圣上为主。我还记得那个高官说的话，他说：“若是帝王不仁，就当顺从自己本心。”而你也说了差不多的话。其实呢，我们不需要太在意那些上位者所说的。我们大家都是人，我们要有自己的头脑、自己的好恶、自己的判断、理想。而且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儿，都是我们自愿的，并不是有人拿着鞭子在驱使我们。对，所以我一直在执行任务，好像是觉得我喜欢做刺客，但其实我知道，只有我们不顾生死，才能护佑一方百姓。比如凤翔、定南的节度使，都是生性好战之人。娘娘说过，每一次他们出兵，就会多上数千条无辜百姓的冤魂。是，所以你杀人，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救人。说的没错。讲你。我现在的愿望是为娘娘和玲珑报仇，然后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。那你救完吴帝，为你天道的兄弟洗完冤，你还想做什么？我还没想好呢，以后再说呗。难怪我之前怎么逼你们都不愿意，原来是因为一直拿我当鞭子砍。那后来怎么就愿意了？因为你长得好看，又给我糖吃。都给你。侯爷，你终于来了。陛下身边的金银已经不多了吧？舍得拿这么大一块金扣来贿赂看守传话，本侯哪敢不来？侯爷请坐。说吧，什么事？这次
自朕蒙尘以来，多次受辱，幸得侯爷多次相助，但朕也没有想到，来到贵国国都，竟会被你们的人拉去，每日在寺前示众2个时辰，也被你们安人指指点点了2个时辰。但是侯爷，朕虽然战败了，但也是一国之主啊！你看看这个房间。比纸还薄的被褥，能照出人影的西周啊！整个房间连个公桶都没有，你让朕如何住得下去呀？那你为什么不去死？陛下别误会啊，本侯的意思是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落难凤凰的身边，多的是想啄一口的野鸡。就算本侯有心相助，又能救您几回？倒不如您直接来个狠的，对着这儿扎下去，死不了。朕还不想死。随便你，反正每天受折磨的那个人不是我。说的太轻松了，你不知道，你没有经历过生死，你不知道人活着有多重要。若非我有兔死狐悲之心，你以为我会冒着被圣上发现的危险来偷偷见你？但你还是来了。侯爷，你这一路的所作所为，不就是想和朕交好，好在2国和谈之际，说得上话吗？朕懂，只要你能帮助朕脱困，朕一定会同你一道止戈平战。如此也好。安国的分堂能联系上的目前只有6个，但最重要的安都分堂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。可恰巧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安都分堂给我们提供一些安国朝堂的信息。这里还少一个人，等我回来。大家在商议进入安国境内之后的行动，你也一起来吧。你们6道堂议事，与我何干？因为你是同伴。我之前说过，不会向你道歉，是因为同伴之间不需要道歉。而且我和于氏三孙郎他们还欠你一条命。你们6道堂的命，还真不值钱。顺着这条道，明日要路过锦城，听不听？
现在人齐了。美人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这儿宽敞。美人来，如意姐喝茶，如意姐来，小心烫，小心烫。等一下，你不得给擦干净了再做呀？哎呀，如意姐请，请，请坐。行了，承蒙大家看得起，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第一，我跟朱一卫的恩怨不会影响到使团，但也请各位不要插手。第二，我毕竟曾是朱一卫，教授杨莹，我会尽量帮忙，但我不会参与你们的行动。那是自然。美人肯来帮忙，那是我求了8辈子的福分。还是宁头会选人啊，厉害！厉害！宁头也厉害，哎，宁头妙算，宁头还用说吗？那宁头是最厉害。是。行了，咱们先说正事儿，好不好？河东王和洛西王之间的内斗，你们六道堂查不清楚，我这边也一样。毕竟我5年前就已经离开安都，中间一段时间一直昏昏沉沉的在乡下养伤。虽然1年前又重新入了朱一卫的吴都分部，但只是只小小的白雀，自然接触不到什么核心的消息。没关系，你那边没消息，我们就去一趟金沙楼。金沙楼跟四国的金沙帮有什么关系？就是一家。这金沙帮本就是沿海一带最大的盐帮，不过这几年那里养了很多剑客，干起了掮客的生意。无论是各国军情、朝堂密室，还是茶铁生意，都能向他们打探一二。虽然那里的消息未必准确，但他们仰仗着全国各地有数万个帮众之多，有的时候查到的消息比我们六道堂还快。所以偶尔我们也向他们买一些消息过来。对，就在各地的金宝站和金沙楼。金宝站没什么特别的，和普通的客栈大同小异，而这金沙楼，天字第一号销金窟。你们什么表情啊？没听说过啊？美女如云，佳酿似海，骨牌声震天。就连弹琵琶的乐手都是从西塞花重金请来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无论你在里面怎么玩，他们都不会说出去。哇，真有这么好啊？最近的金沙楼在哪儿？就在离这70里地的锦城，明天会路过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谁带你去的？你什么时候去过？桃儿，我们明天会路过吗？我不知道路不路过，我都是让钱昭去的。查案完毕，进去慢慢考。如意姐，我们来这儿真的不要紧吗？那万一和远州哥哥他们一面碰上了，那该怎么办呀？我之前跟他提过，要找个合适的机会，带你来民间的酒楼见识一下。他没有反对。可也没说是现在来啊，也没说是来金沙楼。怎么？只是他们来这里打探消息，我们就不行？对。欢迎3位
位公子来到金沙楼，开间上房，公子里边请。哇，好厉害呀！公子，喝一杯嘛！来呀来呀，来一杯嘛，喝一杯。来，公子，我们喝酒。你看清楚，我们当真是公子了。公子，喝一杯吧。不，我带我妹子出来玩，来，你来看看，我们有什么破绽。这姐姐公子嘛，您除了长得俊秀些，别的倒也没什么破绽。妹妹公子呢，一见我们虽然没躲，可是她那眼神就像见了蛇一样，对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这位公子呢，虽然也是正襟危坐，但是他那眼神啊，一看就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郎。哎呦，你看你都流汗了。听见了没有？亲戚们觉得你扮得像没有用，得过得了他们的法眼才行。来尝尝，还不赶紧请教请教？我要怎么样才能更像个男人？吃个葡萄。瑞姐差不多得了。光是这样，只怕还是不够。啊？念头知道了，会杀了我的。公子，他敢？好了好了，喝酒。二位官人请用。钱官人，虽说你是老主顾了，但这次所闻之事太过机密，恐怕只有我们帮主才能拿主意了。几年前，我与沙帮主有过一面之缘。可惜沙帮主3年前就去世了，现在做主的是金帮主。那就有劳姑娘代为引荐。今日确实不巧，帮主不在，奴家不敢自专，只能明日再去禀报。请二位贵客明日再来吧。好，多谢。听这口风，估计有戏。走吧。几年没来，这金沙楼的规模越来越大。看来这金帮主比沙帮主能干。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原路的声音。原路的声音。真的不能再喝了。没关系，再来一次。来，这次姿势挺起来，对，要有气势。公子。好。就差一点点，再来一次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对，再往前一点，神再低一点。来，不能再喝了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再喝了。对，再劲儿，快，就往那儿看，盯着他。走。哟，这该不会是姐夫打上门来了吧？不过你放心啊，这奴家们只是陪着聊天而已，
别的什么都没做。你们也来了，正好，一起喝2杯。他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这位妹子的大哥。对对对，都是奴的大哥。来，姐夫大哥。别装了。姐夫平常也这么古板吗？是啊，他这人平时最是古板无趣。请。失策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还会这手。你不喝吗？哦，你有旧伤，我忘了。这个糖衣好吃，特别香甜。我本来还想给你带回去的，尝尝看。我喝。今天呢，我就舍命陪君子。元州哥哥，他真的只是带我们出来见见世面，别的什么都没有做。还有他，你们两个现在学坏了是不是？这什么地方你都能来。刚刚我们说的那些龙爪菊都不是凡品，不知是哪位兰心蕙质的姑娘养的？这您可就猜错了。这些花儿虽然都是我们吴楼主亲自调养的，但是他那胡子呀，可是有这么长呢。哦，是吗？嗯。老钱，慢点。好。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奇奇怪怪的。没怎么，在想金沙楼的事儿。你不会觉得我带他们出去没有经过你准许，所以又生气了吧？我可之前跟你打过招呼啊，而且你之前也说过，景城从使团住处到金沙楼这一片，都是六道堂的地盘。关键，就算我生气也没用啊。每次答应的好好的，但都是阳奉阴违。我原本也没想去的。只是进城的时候，无意中看到金沙楼幡旗上的图案。什么图案？我以前有一个得力的手下，朱一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信花押，他的花押就是一朵龙爪菊。
难怪你会问舞姬们那些问题。可惜不是他，不光姓不对，性别也不对。你很信任那个人？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非一使，当年就是他帮我逃出天牢的。我酒劲也上来了，到了叫我。来。老宁啊，你知不知道，从金沙楼回来还喝酒，不要命了啊？正好陪我喝点。好嘞，事情还不小。怎么了？又跟美人有关吧？怎么了？你们这2天不是挺好的吗？哎呀，男人嘛，有时候就应该大度点。毕竟人家也在你房间待了1晚上了，还那么3斟9烈的，不合适吧？我替你做这个主，不就是个孩子吗？一遍给了，已经给了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已经答应给了，但不是现在，要等一切结束之后。不是空口许诺，也不是缓兵之计。那他可不是开心坏了。他是开心坏了，但我不开心。啊？自从我答应他之后，他就觉得一切都尘埃落定了，跟以前一模一样。也不能说一模一样，但可能比以前稍微关心了那么一点，但那个关心嘛，就特别像被拴在外面那匹菊花青，在他饲料里加了几块豆饼那种感觉，你明白吗？不对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，就因为他态度不对那么简单？不至于吧？今晚就在刚才，肯定又发生了些什么。是，他也去了金沙楼，而且还叫了几个美女妖童进房间。啊！你别一惊一乍的。他是叫了美女妖童进去，但是不可能发生什么。甚至连我生气他都没看出来。他很坦荡，跟那几个少年勾肩搭背、卿卿我我的喝酒，你知道吗？但就是这种坦荡，就是这种无所顾忌，让我觉得不至于吧？你不是之前想的挺明白的吗？美人不就是这种面如妖妃，但有些地方又没有开窍的那种？我当然能想明白。我也无数次跟自己说，我说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不懂，他不明白。我跟他只有一个孩子的约定，他也对我没有别的约束。但我就是想喝酒，来吧。老宁啊，老宁，你有今天啊！认识你那么多年，以为你是个八风不动的泥胎呢。现在颓了吧？哎，恼了！我跟你说点心里话，你怎么在这取笑我呢？你给我出去！急了，想不想我帮你啊？
怎么帮？我早就看出来美人不对了，但又说不出为什么。现在知道她之前是朱一卫，才豁然开朗。朱一卫里那些姑娘长得是好看，生活过得别提有多糟心了。特别是那些白雀，她们就是玩物啊，一辈子还被药物控制着。就算有一天平步青云了，做的不是刺探就是杀人，能活到30岁的有几个？不容易了。见惯了薄情寡义，过惯了朝不保夕的生活，见到那些美貌的少年啊，就像见到那些花花草草那么平凡，就像你见到那头菊花青差不多，根本不用往心里去。我知道这些东西，听我说完。美人现在不在乎你呢，是她自己都不清楚你在她心目中的位置，你得让她明白过来。你得让她知道你不是那头菊花青，你得让她吃醋，得让她嫉妒，得让她对你产生占有欲。产生占有欲？那咱们使团里只有殿下和她是女子，怎么产生？给你举个例子吧，他叫你帮忙，你就说你没空；他要是送你东西，你就假装无意间提起以前相好过的小娘子送过你些什么。他要是再敢接近别的男子，你就直接翻脸走人，告诉他你不高兴了，这孩子爹你不当了。像你现在这样，又闷着又假装大度，算什么嘛？对不对？你说的这东西靠谱吗？他见过那么多男人，能看不出这点小伎俩？老宁啊，他见过的男人是多，但女人一旦动了心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。你想想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于13更懂女人的男人吗？没有啦。信我的，就明儿试试看。这锦城是原大吴境内最后一座大城了，您看看我们在入安之前，要不要再采买一些物品，以备日后之用？好，老夫这就去办。哎呦，哎，杜大人。哦，没事，腰击犯了。杜大人，你们今晚还要去金沙楼吗？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锦城？明天吧。那我想易了容出去，向这边的朱一卫再打探一下。念州。啊，好，请自便吧。这些都是斯罗殿送来的密报。那晚些时候，你能再帮我疏通一下内息吗？你找13吧，他比我要了解女子的内息。云洛，把舆图拿过来。好。如意姐。那些密信里面还有一封裴女官送给他的信呢。情信，绝对是情信，是吗？不然宁头看了。这个锦城的镇守啊，还是很考究的啊。这个安都在这儿，我们顺着这里一直走。走啊，如意姑娘。都日上3竿了，还早。
成。狼哥，哎呀，瞧见没？急了，他急了。关上霜，到天阴冷灰，江湖之间，生死几回。下者为谁？共君渡劫无悔。赠宾陪月，高歌春风醉。假一年是与非，一瞬息与悲。怎奈何红尘春风吹成泪。谁因一杯风雪，雪落成灰？谁叹一世聚散，皆因散如流水。回望来时路滋味，天涯何归酒凉。余生留谁为共长醉？谁随一颗丹心，心人无味。谁盼一梦相偎，只为逢君来回。人世要下场冬雪，多少年岁旧心可慰。一生无人共长醉。